做手不接腿不起，手不接，手如果没有接到我这个腿就不会用它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当我手一接的时候，它就看不到腿。手在上面动的时候，它是看不到这个腿的。你的腿线要正，不要歪。你踢前面，你现在是踢前面吗？我以为摆是不是？你现在在练摆是不是？好，摆就那个髋关节要翻。所以你在弹的是这根筋。这个筋。哎，手是这里的关节。对。要有那个点，要有啪，有一个点，你这个出去要有一个点，从那个点回来。它不是松垮垮的摆，它有一个点。OK， 有一个。哎，对，target。稍微往下坐。这种腿的身形啊，不往来，手来，这种腿的身形，手在上面，通常是手在上面，两只手，如果两只手都封住，它的身形，你的身形是在这个地方用的，在这，所以上身没有动，而且上身也不可以往后仰，上身要保持到能够你手往内压。好，可以，你上身要保持到什么？保持到这个力量，一个防御跟攻击的力量，不能用腿影响到你的上身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个腿出的时候，是你的身体要稍微往下坐，往下一沉，往下沉，不是高的，也不可以往后仰。所以它是很近的腿，而且是看不到的。这种腿就叫做手不接腿不起。手不接，手如果没有接到我这个腿就不会用它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当我手一接的时候，它就看不到腿。手在上面动的时候，它是看不到这个腿的。有的人用这个腿，他打突袭，他手也没接，可是比方讲很多在讲话，他就跟你走到这么近讲到一言不合的时候，就在这个距离啪，两腿你就看不到腿，所以这种腿它不是在这么远打的，这种腿这么远打没有用所以都是在对方看不到的时候用的，这种腿叫做暗腿，暗腿就是你看不到的腿。出腿的时候身体有动吗？身体是当我这个时候我就是沉下去的嘛，所以我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这样粗的腿它没有力量，所以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沉下去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跟别人试手或者干什么时候，我的身体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。所以当我的身体已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就用了。这样不懂？所以这种腿你要弹，用筋弹是什么？用筋弹是它的速度当我打这个，叭，又打这个，就我打这个，它一让，马上那个回来的劲，叭一个又打那个，晓得吗？所以要练到用筋，它啪弹回来，再一个，
啊，好，去试试看，上身不要动啊，啊，知道吗？就是你那个弹回来，叭回来那个距离啊，它没有收，它是弹回来，弹回来之后再出去第二个。对，弹回来再弹出去。所以那个快是取决于你第一次弹跟第二次弹。对，跟你弹回来多远，你如果弹回来很远，你再弹第二个就慢了嘛。弹回来，那弹回来那个距离，就收回来那个距离，是你自己要控制的吗？还是假设我知道我自己要快，那我自己就会控制那个收。因为你控制它越短，你要筋上面弹的力量就要越大。哦，所以哦，这样懂？了解你的意思。对，所以你想要回来那么短，可是你弹不出第二腿啊。嗯，看不懂？哎，你在用膝盖，你没有使用到筋。你先弹正腿，不对，出去松掉，出去回来，不要用，好像摸一下。哦 ，OK。哎，脚尖往后拉，用脚跟蹬，脚尖往后拉。你先停看看，蹬到底先停，脚尖往后拉，脚后筋有没有紧？再回来。还需要用脚趾头帮助它拉更多。对，所以你能够到那个点，叭，这个紧了，然后松掉。先停一下，哎，回来，停一下，回来，停一下，回来，停一下，回来。提高一点，起码要在对方的脚踝以上，脚要稳，哎，对。凳稍微高一点，身体不要动，弹回来，不要收回来，弹回来，不对，你那是收回来，你那是收回来的。那如果弹是在这边松掉，然后再过来，是这样吗？就是弹的回来是，这个是弹的话，直接当场松掉再一个。对啊，那收就直接回来。对，可是你那个必须是弹的劲回来的，你才能再弹出去。这样子吧，你这个没有，你这个没有。
因为收好像就是会很大的力量要在，对对对时间也不对了。对。好，停，好，好，休息一下。这个你们在家做啊，也可以不要走，不要走啊。家里有地方走，走个2步3步也可以啊。没有地方走，你就在原地练也可以啊。放掉，都松的，都松的，啪回去，你看，啪松掉，啪松掉。啊，你有地方走，走直线，一扣一扣，侧面，啊，回来，啊，就小地方也可以练，走侧面，就你可以随便走，啊。就这种就是你在走路中用的，感觉那个 timing 就是你走一步，没有用到比走路多的时间。我走路的节奏是这个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就是一步啊，那个腿的节奏就是一步啊，这个去练到会使用筋来弹啊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擦擦汗。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，有需要先暖筋吗？你先轻一点弹呐。轻一点弹的方式去暖筋。对呀、啊，轻一点弹啊。这样的话，怎么样想到打开关节？因为有时间有点难想到，因为平常的话我们会想到，因为比较多叔叔讲肌肉对吗？好像他们会讲三头会推这个手臂起来，二头这个手就起来，怎么样开这个关节出来的？在这个练习里面啊就可以，因为我讲过，你用肌肉的话哈，关节就是缩起来的，你用筋关节就是开的，所以你如果能用到筋的话，表示你的关节是开。你如果是紧的，你用肌肉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关节是缩的，没有办法弹出来，听不懂？所以开始练不要太用力，可是要稳定，就你要去分辨是筋，听不懂？哎，因为我有看到你的影片有说动作的 direction。筋的 direction 要根据骨头，对，3个 direction 要在一起，对，所以我们要一起先来有这个大概，所以你先要稳，这个 okay. 先要稳 ，OK，哎，对，听不懂？懂，你可以先练膝后筋，膝盖后面，后面，膝盖后面，你摸我的膝后筋，我扶到你，从这个，我用这个推，你看哈。我这个出来，我用的是啊，有没有？是这个，我用这个，听不懂？哎，你把那个绷起来，哎，就是一个，但前提就是你的膝盖要正。所以要把膝盖正先，后面。当然，你的膝盖先要正。正是曲线。正是朝前面，我要往前踢嘛。啊 ，OK， 它是朝前面。OK， 我要这样踢，它是朝那边。就是你的膝盖不能说，这个情况下你去踢它嘛。是不是？啊。正的关系我有一点听不太懂，是 language 的关系。就是那个角度是正的。所以它的角度是不给它歪这样。对，
不给它这样子，也不给它这样子，不给它这样子。所以你这个出去是正的话，你膝盖朝前是正的，它就是这样。它的 alignment 有你的力量啊，你刚才的力不对，因为你刚才的力量有点往上，往上，你这个膝盖的力量呢就是往后， OK， 这样没懂？ OK， 所以必须是直线穿透它的力，所以要用筋的撑拔 OK， 去弹这个腿， OK， 不能用往上的力。 yes。老师，我问多一个问题，小夏，因为刚刚讲动作骨头筋的 direction 有一样，对，所以改变我们曲线曲拳也比较好一点。对但是有时间我们是这样，我踢的时候是侧面的，这样不好吗？一样啊，可是它的线是不去。对。可是你用的力量，你用的力量，比方讲我的形态是这个样子，我打这样的拳，那它的结构是不是这样子？骨头跟筋都是这样子吗？我的力量就要这样走。所以我这个拳打出来，你看我的力量是这样，我的力量是这样走的，而不是这样走。这样走的时候，我这个力量的方向跟这个的结构不一样，就不同了。我有了解下了。这样懂吗？懂哈。对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那个动作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，可是练得正确的人，他里面用的力量不是那个样子。晓得吗？像你刚才那样子横踢的话，你刚才那个侧踢，这个侧踢，这个侧踢。你这个地方你踢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敢伸直吗？会有一点危险，因为对它过度改变它的力量会就是这个问题，所以都会保持到一点弯曲嘛。弯曲，而且这个我们踢出来是走这个路，不是走这个路，不是走这个路，因为你走这个路的时候，它踢过了，变成这个地方的压力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走这个路的时候，这边就没有问题。所以最怕的就是什么？你的关节的力量的方向，跟你主力量的方向，它不符合。OK。就这样，之前踢的时候膝盖会有一点压力。对。所以改变，老师你刚踢的时候会比较像用手的感觉，不是身体带过去，是脚是改变手嘛？脚改变什么？Dips or branch，因为中文不太好。之前你说 finger tips。对。烧。改变脚会改变烧嘛？会啊，你这个的时候烧是在根。是在根 ，OK。烧在根 ，OK。对，当我这样的时候，烧在侧面的根。改变打开的是这里先到这里，我是这里到这里。你先练膝盖，先练膝后的筋。膝后的筋先练到这样子，跟手一样，你先练这个筋。先练这个筋，你练这个筋。这个力量是这样过的，不是这样。你看，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虽然看起来也是往前打，可是这个关节的力量是往这边走的。这时候就会伤走关节了，听不懂？所以打出去，你看是这个是透的，是这样走的，这样走，不是这样走，不是这样走。